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ulie。今天想带你走进一个属于台湾夜市的经典味道，妈妈传给我的传统台式卤肉饭。想在家里也煮出金黄油亮、香到爆的卤肉饭吗？跟着妈妈一起开火，今晚我们的厨房就变身夜市摊位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卤肉饭最好的就是五花肉，我买了一块五花肉。今天买回来的时候，好像上面那个毛很多，这个毛多我们就要处理，用火烧。两种办法，一种用火烧另外一种就煮熟了以后一根一根的拔。那我们现在用火烧就比较快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把它烧，就在一个地方一直烧，让它烧焦焦的。烧了，慢慢挪。你那个不烧焦它就那个毛根还是在那个肉皮上面，就清不干净。那我们现在把它一直烧到焦焦的，等于泡泡水就可以刮了。烧这个只要有毛的地方烧，没有毛的地方可以不要烧也不用怕它烧焦，也不要怕它烧焦，因为等一下一刷就干净了。你要是不那个的话，它毛太多了，一根一根的拔太久了，所以用这个最快最方便，而且吃到肚子也不好。只要有的地方就烧就可以。今天买的这个毛比较多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把它放到水里面，这样泡它个大概几分钟因为你现在刚泡下去，它还没有软，泡了以后就可以用这样刷，用这个东西这样刷，你看它这一刷它就掉了。好，你看我们现在刷的很干净通通刷干净了以后，冲干净以后，用水洗干净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用流动的水冲最好，对，这样冲干净以后，我们要煮，把它煮熟了以后才好切。最好就是一定要冷水下锅冷水下锅。水要盖住肉吗？水要盖住肉。里面放2片姜，2根葱。好，这样2片姜放下去。好，就是两片姜，2根葱，就这样放到里面煮就好了。开大火煮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盖着盖子，让它煮。煮开锅了以后关中火，煮大概10分钟、15分钟。水滚以后再煮10到15分钟。这个等于是汆烫，这个水我们就不要了那我们就捞起来，等凉了以后再来切。好，现在已经开了以后，我们就关中小火。它如果要浮起来的话，稍微动一下这样可以。我们就开中小火，像这样子，小小的冒滚，小小的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盖上盖子，煮15分钟。好，拨闹钟15分钟。好，现在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。
好，这是我们刚刚捞出来的那个肉，因为要赶时间，所以我就用电风扇吹。现在差不多已经凉了，八分凉了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切。它这个没有熟没有关系，最主要是煮了以后它比较好切。我们这样子切薄片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切大概差不多筷子那么厚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切，不要切太大，就是薄片就好了。这样。这样的应该差不多，你看得出来吧？啊，这样的。不规则也没有关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烧锅，锅热了以后，我们加油，加大概2大匙的油哈。1大匙，加2大匙的油，把姜末放下去，姜末还有那个油葱酥。还有虾米，那个虾米把它泡一泡，切一切，倒下来。那个虾米放一点虾米哦，就是让它提一提香味道，啊，它的香味出来以后再放肉。好，香味出来了，我们就开始放肉。这个肉啊，也不用炒太久。我们把它的那个油稍微煸一下就行了。今天是4磅的肉，对如果说小家庭的话，煮不了那么多，可以2磅也可以，2磅就等于它的1半了，因为做一次很不容易，所以太少了也觉得不值得的。所以最好就是真的要少的话，做2磅。就2磅。这个炒不需要炒了很久只要炒一炒它，让它那个油出一出就可以了，不要炒得太干，炒得太干那个肉以后吃起来不滑润。这种卤肉饭就是说到入口即化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倒酱油。这个以前我做都是用那个台湾的酱油，像那个万家香还有那个味全我差不多都是用那个。那这里有的时候就买不到那种牌子，现在好像那个牌子现在很少，只有在中国超市才有。中国超市也不见得有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就用别的牌子，大概差不多要2杯，2杯的酱油。好，这2杯酱油，2杯酱油下去以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佐料。这是刚才泡那个虾米的酒，倒下去。那个五香粉0.5克，这个千万不能多。这个不能多了。如果说你那个做2磅的话只要这一点点就好。那个1茶匙的里面这一尖尖的，这样就可以了不要放太多，放太多不香，反而会觉得太腻了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放
放一块冰糖，那个冰糖不要让它吃出甜味，就是意思一下就好了。再放，因为我是买4磅的肉嘛，我就放了4颗大料，放一块陈皮，大蒜头差不多5、6颗，这样放下去。胡椒2小匙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拌匀了就可以开锅炖了。最好是加开水。现在我们味道都配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准备一锅热水，这个一定要热水，不能用冷水，用冷水一冲下去了，把那个肉冲凉了，就不容易那个好像入口即化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到这个热的开水里面。我们准备了2000cc 的2000cc 的开水，放进去以后要炖，先不要放盐我们先让它炖大概差不多1个钟头到2个钟头。我们炖1个钟头以后再回来看。今天做的比较多一点，就是搅一搅。好，现在已经开锅了开锅了以后我们就关小火。我现在把上面的那个膜撇一撇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开小火，中小火开像这样子小小的火，最好再小一点让它是有肉色。你开大火的话，它一直滚，它就把那个肉汁都收干，就挥发掉了，就变成水，就变成少了。那小火要慢慢的炖的要让它这个肉都烂，到嘴巴里就入口就化。我们现在开那个小火，你看就像这样子不能太大火，太大火的话它就水就会干了。这样小小的火，而且不要盖得太严，这样用筷子这样拌着，让它留一点缝，它就会保持永远都是这个样子。也不会扑出来。也不会扑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就1个小时，我们再来检查一下，看它熟程度。OK。如果要是还不行的话，再增加时间。OK。我看这个颜色好像还不太够。不够深不够深，我们再加一点老抽。OK。加1茶匙的老抽。看够不够？2茶匙好了。老抽只是上色颜色。再炖让它看颜色够，再擦一下，擦一点。3小匙，3汤匙如果喜欢吃卤蛋的话这时候就可以放卤蛋了。我今天煮了几个卤蛋，几个蛋我放下去，煮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，肉也差不多了，这个蛋也入味了。这样让它下去，动一动。这时候卤蛋放下去以后，我再加2茶匙的盐，这样应该味道就够了这样把它搅匀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我们30分钟再来看。
所以先炖1个小时，然后炖完之后，该上色的上色，该加卤蛋的就加卤蛋，然后放盐，放一点盐，再炖半个小时。再炖半个小时。那时候肉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时间到了，来看看。好像差不多了哈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盛饭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盛饭吃。OK， 好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味道好香，汤好喝，而且还是有胶质。问题是，我说不吃，结果我的是最大碗。因为它那个肉啊，那个里面的胶质都炖出来了。我手碰到都黏了。今天的五花肉比较肥，不会比较香。这个其实就是要肥一点才香。对，不是慢慢越做越到后面的时候。其实以前的卤肉饭都是这样的。陈皮味道吃不出来哈，是不是？吃不出来。然后也比较不会。我为了大家，我晚饭本来不吃的，就我要吃，还吃那么多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订阅、按赞，要多分享。这一集一定要很多人看，不然的话亏了。其实台湾这个卤肉饭其实不难，就是要有一点工，要细心一点哈。这个卤肉饭，你们看，他们都是要做生意的时候都一直开着，一直到打烊。对，所以它那个才好吃啊。我们这个如果炖好了以后，因为买到温体猪肉，可以做卤肉饭。对，我们因为我们家附近找到一家卖猪肉的，是温体猪，所以我们就想到要做卤肉饭。对，那有那个肥的地方哈，其实感觉不会，因为已经化掉，已经入口即化。感觉不是吃肥肉。因为吃这个就一定要配一点那个腌黄瓜，或者这里凉拌小黄瓜那种哈。对。胡须章也不过如此哈。拜托。胡须章还在吗？在啊。因为它越来越贵。这个也要讲了。对啊，一小碗我出来的时候，3年前出来的时候，一小碗就35块哎。什么东西啊？胡须章的卤肉饭。然后大碗还没我们这个多，66块。我们以前好像8块钱一碗吧？那个时候吃啊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是吧？对啊，小时候其实不贵。然后鸡肉饭也才10块还是15块？对，12、13块。对啊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多多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一键3连。我们下次见。